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按脉的均匀度分类的3种脉象：节脉、带脉和促脉。这3种脉象都是节律不齐，脉搏有歇止，也就是停跳的表现，为脉气不相连续的表现。我们先来看一看节脉、带脉和促脉这3种脉象节律的比较。我们看这张脉搏的直观图，首先比较节脉、带脉与促脉脉搏跳动的频率。节脉、带脉相对而言比较缓慢，而促脉比较快。这3种脉象都会有停跳，所以节脉、带脉描述为缓而时止，促脉描述为硕而时止。接下来比较节脉、带脉和促脉脉搏停跳的规律。图形中的节脉脉搏停跳没有规律，因此描述为止无定数。图形中的带脉脉搏停跳是有规律的，因此描述为止有定数。图形中的促脉脉动波形跳动很快，但也没有规律，因此描述为止无定数。所以节脉的脉象特征描述为缓而时止，止无定数；带脉的脉象特征描述为缓而时止，止有定数；促脉的脉象特征描述为硕而时止，止无定数。我们来看一看它们各自的临床意义。节脉，如果节而有力，通常是见于阴寒气结、寒痰血瘀，导致的心阳被遏、脉气不连续的表现。节而无力主要见于久病、气血亏虚，尤其是心气、心阳虚衰、脉气不相连续的病人。带脉，如果带而无力，主要见于脏气虚衰、元气不足导致的脉气不相连续的病人，通常见于心脏的器质性的病变。带而有力，通常见于痹病疼痛、跌补损酸或气情过激引起的短暂的气结、血瘀、痰淋等等，阻遏脉管、血行色赤不畅、脉气不相连续的一种表现。促脉，如果促而有力，通常见于阳邪亢盛、热迫血行，可见脉来急硕；热盛伤精耗气，导致脉气不相连续，可见脉有歇止。促而有力还可见于气滞、血瘀、痰淋、饮食积滞等有形实邪阻滞，导致脉气不相连续而形成歇止。另外，促而无力主要见于真气衰败、阴血不足、虚阳浮动，导致脉气不相顺结，而导致脉来歇止。节脉、带脉和促脉通常见于心脏实质性的病变，但是节脉、带脉和促脉也可见于某些正常人，比如情绪激动、过度劳累、酗酒、饮用浓茶等等，都可以偶尔见到节脉、带脉和促脉。如果只是短暂性的表现，很快能够恢复正常，这种节脉、带脉和促脉都不是病变的脉象。以上是我们学习的节脉、带脉和促脉3种脉象的脉象特征和意义。至此，我们将全部28脉中常见的19种病脉跟同学们共同学习了。由于脉象繁多，很多脉象彼此非常相似，不容易掌握和记忆，因此脉象如何分类记忆，我们将在下节课中继续学习。本节课就上到这里。